小米咧打造緊佢自己嘅科技王國，人車家嘅全生態重磅研發，正變身為一個全球嘅科技巨頭。Hello， 歡迎翻嚟我 channel， 我係飛入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主角係小米集團110.HK 啊，佢係恒指嘅科技大熱門嚟㗎。截至8月22號收市咧，佢就做緊52個5毫半，市盈率大概係51倍左右。咁究竟佢係高估值嘅陷阱啦，定係下一間 Tesla 同埋 Apple 呢？15年前啊，小米都仲係呢個平價手機王嚟㗎，但係到今時今日啊，佢又搞電動車，又做智能家居，挑戰呢個全球嘅科技霸權。接住落嚟啊，我哋會深入剖析小米嘅2025年 Q2 嘅財報，拆解佢喺產品、財務發展同埋佢嘅競爭力，仲會逐項幫佢打下分，幫你判斷下佢值唔值得買。咁你覺得小米其實係高估啊，定係真係有潛力呢？如果你對小米 U7 有興趣，就喺留言區打架車啦。咁我哋唔好講咁多啦，準備好未？馬上開始。小米已經唔再淨係手機公司啦，佢哋打造人車家全生態啦，將手機、電動車同埋智能家居聯繫起上嚟啦。Q2 2025年收入1160億人民幣啦，利潤暴增7成半啊，創歷史新高喎。但係高估值嘅背後，面對住蘋果、比亞迪呢啲巨頭，佢又可唔可以企得穩呢？由產品到風險，俾一個最全面嘅投資指南你。小米嘅故事啊，真係好似過山車咁樣，點樣由手機王變成一個全生態嘅科技巨頭呢？首先，你覺得小米最強嘅產品係乜嘢呢？係手機啊、電動車啊，定係智能家居呢？嚟到小米嘅產品王國，佢哋有智能手機、IoT、智能電動車同埋互聯網服務㗎，個個都係生態版圖。等我哋逐項分析，幫佢打分，滿分係10分。睇下佢邊範最掂。第一站，智能手機，小米嘅根基啊！智能手機係小米嘅基石。Q2 2025年啦，出貨4240萬台，同比增長0.6%，全球市佔大概14.7%，穩坐喺三星同埋蘋果後面啦。HyperOS 加入咗 AI 啦，令到手機同埋生態無縫連接。高端機售價超過人民幣3000蚊嘅，增長50%，好似小米15系列同埋呢個紅米嘅 Note 14，顯示高端化有進展啦。但挑戰仍然係大嘅。Q2 收入455億人民幣，同比跌咗2.1%，毛利率跌到去11.5%，平均售價跌咗3%。即使高端機增加咗50%啦，中低端機仍然拉低咗個平均值，反正呢個盈利結構咧都未完全扭轉㗎啦。Q1 表現就比較好喎，收入咧就506億人民幣，增加8.9%，出貨4180萬台，增加3%。地區上面咧，東南亞市佔咧就19%，歐洲就23%，喺印度市場就大跌25%啦，就係個隱憂嚟嘅。手機咧係小米嘅吸客神器，帶動咗7.312億月活躍用戶嘅喎。但係高端化咧都仲未係完全成功，毛利率咧壓力都仲係偏大嘅，所以評分方面咧我會俾佢6.5分。出貨雖然穩定啊，但係利潤咧就真係要追下啦。咁你覺得小米喺高端機可唔可以挑戰呢個蘋果呢？下一站 IoT、Internet of Things。同埋生活用品呢個咧就真係佢嘅增長引擎啦。IoT 同埋生活產品係小米嘅增長王牌。Q2 收入387億人民幣啦，同比增長44.7%，毛利率22.5%，連接8.89億台設備啦。智能大家電暴增6.6%喎。相比之下啦，蘋果嘅 Wearables 同埋 Home 咧就僅僅增加咗2%，形成咗鮮明嘅對比。Q1 收入咧就321億人民幣，增加58.7%，毛利率就25% 左右。賣點係1+4+X 嘅策略，手機連喺個電視啦、音箱啦、router 啦同埋 laptop 㗎，再加埋啲周邊產品添。小米嘅生態系統投資模式獨特，投資嘅硬體初創啦，幫佢做咗供應鏈同埋品牌，做出平價又好用嘅智能家居。歐洲同埋拉美市場增長超快啦，可穿戴同埋家居產品熱賣喎。挑戰就係高端用戶滲透就未及呢個蘋果嘅 HomeKit 啊。由手機連到雪櫃，仲有吸塵機添，甚至乎去到你嘅燈膽啊！小米嘅生態咧真係無處不在，所以方面嘅評分我會俾佢9分，因為真係正宗高增長又高毛利，真係超強嘅生態嚟嘅。咁你屋企有冇用緊小米嘅智能產品呢？你又有冇試過小米嘅智能手錶 Band 10呢？如果有用過，好唔好用？可以話埋俾我聽。重頭戲嚟啦！蘇7同 U7嘅電動車震撼成個車嘅業界。小米蘇7嘅電動車係 Q2 嘅大驚喜，收入206億人民幣啦，同比增加咗232%，交付81302輛，毛利率26.4%，經營虧損就縮到去3億人民幣。比亞迪上半年交付超過150萬輛啦。小米雖然快，但仍然係需要追趕嘅。蘇7 Ultra 咧售價咧就52.99萬人民幣，定價咧就中高端喎，800V 嘅架構啦，同埋 HyperOS 嘅車機咧都挑戰呢個 Tesla 嘅。
成本優化咧，令到呢個毛利率超預期轉做正數啦。全年目標交付70萬輛啦，計劃推出蘇白 SUV， 但係挑戰仍然非常大，交付週期55到58週，等車要等1年，係對消費者信心嘅重大考驗，可能影響訂單轉化啦。類似小鵬 G6 嗰啲案例咁樣，北京工廠就擴建緊㗎啦，但係產能瓶頸仍然存在。2025年3月蘇7嘅事故影響信任啦，小米咧就已經優化呢個自駕嘅算法。手機公司啊，做2年啦，居然做出一個賺錢嘅電動車，呢件事真係誇張到爆，所以呢行我會俾佢9.5分，表現力真係超預期啦，產能咧都仲要追上。咁你又會唔會買 U7 呢？最後一站互聯網服務啊，呢個係佢嘅現金流嚟嘅。互聯網服務係小米高利潤嘅核心。Q2 收入91億人民幣，增加10.1%，毛利率75.4%，月活躍用戶7.312億啦。海外收入佔大概32.9%。Q1 收入咧就86億人民幣，增加18%，靠廣告、遊戲、金融啦。小米用低價硬體吸客。高利潤服務變現，飛輪效應就超聰明啦。但係用戶嘅價值密度啦，同蘋果依然有明顯差距。每1蚊啊有成7毫半子利潤喎，呢個生意超掂。但係問題在於佢嘅 ARPU 都仲同蘋果爭太遠喎，所以呢行我只可以俾佢8.5分。佢有穩定嘅高利潤，但係都仲有進步嘅空間。咁你有冇用開邊個小米 App 呢？講完產品就嚟到真金白銀嘅部分啦。小米2025 Q2 嘅財報真係靚到不得了嘅，完全超出呢個市場嘅預期啊！調整後淨利潤108億人民幣，增加75.4%，創歷史新高喎。仲有佢手持現金超過1500億人民幣喎，財務壓力真係低到爆啊！點樣可以做到嘅呢？小米 Q2 收入1160億人民幣，超出預期嘅，同比增加30.5%，毛利率22.5%，增加1.8%。受到電動車啦同埋 IoT 嘅高毛利推動咧 ，Q1 收入1113億人民幣，增加47.4%，毛利率22.8%。上半年總收入咧就係2273億人民幣啦，增加38%，淨利潤227.9億人民幣，增加146%咁多㗎。Q2 經營現金流就235億人民幣，自由現金流嘅正向啦，持有現金就超過1500億人民幣啦，俾足火力支持電動車同埋全球擴張。嚟到指引部分啦 ，Q3 嘅收入咧就預計1220億人民幣，全年目標5000億人民幣啦，有形股本回報率15%，同業比較，小米真係遠超蘋果同埋 OPPO、比亞迪同埋華為都追唔上，但係絕對嘅利潤規模咧都仲係落後於蘋果嘅。50蚊樓上，我自己係覺得有少少貴嘅，不過現金流同埋儲備咁勁嘅情況底下咧，都仲係吸引嘅地方嚟嘅。比起蘋果嘅5% 嘅增長，小米簡直係個火箭嘅級別，所以呢項我俾佢9分，因為收入利潤都雙爆發，但係規模都仲係同蘋果有啲距離。咁你又點睇佢嘅財報呢？財務咁強，其實佢背後有點樣嘅策略去支持住呢？等我哋嚟深入睇一下小米嘅轉型大計同埋佢嘅全球化部署。小米咧真係唔係淨係想賣產品㗎，佢亦都係打造緊佢自己嘅科技王國，人車家嘅全生態，重磅研發。全球擴張，小米嘅野心真係唔細㗎。小米嘅人車家全生態係核心，將手機、電動車同埋智能家居聯繫起上嚟。Q2 研發支出78億人民幣啦，同比增長41.2%。上半年145億人民幣，有22,640億名工程師啦，聚焦喺 AI、芯片、電動車技術，專利超過3萬項咁多㗎。由整合轉向創新呢個核心。Q1 研發67億人民幣，增加30%。全球化 Q2 海外收入佔50%，東南亞市場佔19%，歐洲佔23%，但印度大跌25%。Q1 嘅海外收入增加超過15%。小米計劃新增咗1000間門店。蘇7 Ultra 亦都試水歐洲啦。2027年進軍 EV 市場，生態鏈投資模式嘅獨特，投資硬體初創啦，幫佢做呢個供應鏈同品牌，保持成本低，產品多元，管理層都展望啦。手機出貨調低至1.75億台，電動車下半年就盈虧平衡啦。未來3年就推多4款車型，包括呢個 Robotaxi 嘅探索。由平價手機到自研芯片，再到呢個電動車，小米嘅目光都真係幾長遠嘅。全球化同埋研發都算係屬於頂級嘅位置，所以呢行我會俾佢9分，潛力無限啦。但係印度嗰方面就真係可能要加把勁啦。咁你覺得小米下一個市場應該攻打邊個市場好呢？歐美啊、拉美啊，定係非洲好呢？小米發展咁勁啊，但係要面對住一班科技巨頭，蘋果、華為、比亞迪同 OPPO 呢啲硬撼，邊個會係真正嘅王者呢？等我哋就用 Q2 嘅數據比較一下，睇下小米嘅市場地位係點嘅先。
小米 Q2 收入增加 30.5%， 就遠超蘋果嘅5%、華為嘅10%、比亞迪嘅25%、OPPO 嘅15%啦。淨利潤增加亦都134.2%，亦都完勝蘋果10%、比亞迪嘅80%。手機出貨4240萬台，就稍遜於蘋果嘅4500萬台，但都仲係比呢個華為嘅4000萬台啦，同 OPPO 嘅3000萬台為之多。電動車交付81302輛，落後於比亞迪嘅150萬輛，但係新玩家嚟講已經係超勁㗎啦。IoT 連係8.89億設備啦，接近於華為嘅10億以上，落後於蘋果嘅20億以上啦。研發佔收入6.7%，都大致同呢個蘋果5% 有所匹敵，但都仲係比呢個華為嘅10%為之少嘅。海外收入佔比50%，僅次於蘋果嘅60%，仲係比華為嘅40%同埋比亞迪嘅30%為之高。市盈率而家去到差唔多52倍，高於蘋果嘅35%同埋比亞迪嘅25%，反映大家對小米嘅增長都有極高嘅期望㗎。小米嘅增長速度真係無人能及㗎啦，但係蘋果嘅高利潤啦，同埋比亞迪嘅 EV 霸權咧，暫時咧都仲係無法撼動嘅，所以呢行我會俾佢8.5分，速度領先啦。但係高端利潤咧都仲係要追嘅部分。咁你又覺得邊個先係真科技嘅王者呢？小米、蘋果定係其他呢？冇公司會係完美㗎啦。小米亦都面對住唔少嘅風險，由激烈競爭到地緣政治，再到呢個印度市場嘅大跌。等我哋俾翻個風險管理嘅分數佢，大家真係要留神呢一 part 真係好重要㗎。小米競爭壓力大啦，高端手機面對住蘋果同華為，中端就有 OPPO 嘅挑戰，電動車同比亞迪啦、Tesla 就硬碰喎。2025年3月蘇七嘅事故影響咗佢嘅信任，但係地緣風險、美中緊張可能亦都會打亂個供應鏈。印度嘅審查令亦都令到 Q2 出貨大跌25%，若果唔反彈就可能會拖累全年嘅手機增速㗎啦。宏觀經濟放緩啦，同埋 ECL 撥備上升加壓啦，供應鏈芯片同埋電池成本亦都波動。電動車交付週期55至58週，等車1年喎，係消費者信心嘅考驗。至於去到內部挑戰方面，地區嘅唔平衡、高端轉型同埋中低端嘅定位亦都有矛盾㗎。路途就唔平坦㗎啦，但係小米咧都叫有辦法應對嘅，所以呢行我俾佢7分，穩陣咯，但係都仲係有漏洞。重頭戲嚟啦，投資評分啦。產品、業務發展同埋競爭我都俾咗分啦，我哋攞翻個計分板出嚟一齊研究下。小米 Q2 2025嘅投資計分板係點呢？財務健康方面我會俾佢9分，因為收入1160億人民幣，利潤108億都創紀錄㗎，而去到現金流亦都超過1500億人民幣，壓力非常之低，咁所以財務健康非常好㗎。增長潛力方面我亦都俾9分佢㗎啦，收入增加30%，電動車係增加超過200%添 ，IoT 亦都增加44% 以上，所以增長潛力方面亦都係做得非常好，我亦都係俾9分。創新及研發方面啦，呢個亦都係9分㗎，78億人民幣嘅投入 ，HyperOS 同埋 EV 技術嘅領先，專利超過3萬項呢，呢個呢都係佢嘅底氣，所以創新嘅環節亦都係有9分。市場地位同埋多元化啦，我會俾佢8.5分，因為全球手機係排第3，EV 同埋 IoT 嘅崛起呢，亦都令到佢喺呢個市場嘅地位啦同埋多元化呢極具優勢㗎。風險管理方面啦，我大概就俾佢7分左右嘅啫，因為地緣啦同埋供應鏈個風險呢，亦都有待改善嘅。估值吸引力方面，我俾7.5分，因為市盈率52倍真係有啲高，但係30%嘅收入增長都叫做有啲支持嘅。股東回報率方面，我亦都係俾7分，因為股息率得個1%，咁放晒啲錢去再投資啦，咁所以呢個股東回報方面呢，都係俾7分嘅啫。可持續性同埋 ESG 啦，咁我會俾8分，環保嘅產品亦都有增長。總評分啦，我會俾佢8.5分，佢都算係一個中檔科技股嘅首選嚟㗎啦。如果基於30%嘅收入增長呢，咁可能呢都仲係可以睇高一線嘅。如果 EV 交付呢去到低過60萬輛呢，咁估值呢反而就可能收縮啦，呢個就要小心一啲啦。8.5分，小米係增長嘅怪獸，佢比較適合一啲增長型嘅投資者。如果係貪高息呢，就可能真係要等下啦。由手機到電動車、智能家居，小米呢真係正變身為一個全球嘅科技巨頭。總評分去到8.5分，潛力都真係無限㗎。你覺得小米會唔會成為下一個 Tesla？ 定係高估值都仲係有風險？大家中意條片都俾翻個 like、subscribe 翻我 channel、share 翻條片俾朋友仔喎。我哋都會為大家帶來更加多唔同科技股嘅分析。我係飛入，下次見，拜拜。